手了，下子勋，他是中国最痛恨日本人的拳坛猛将，无论是日本的世界冠军，还是日本的踢拳王者，在他手下，统统都逃不过躺尸擂台的结局。硬朗的拳风和快准狠的打法，就连在高手如云的国际拳坛也榜上有名。此人就是来自河南的黄金男孩王俊光。他15岁习武，18岁转战自由搏击，之后便凭借自己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，成为了我国58公斤级最响亮的一张王牌。速度与力量兼备的他，不仅重创了不少想要嚣张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，还由于清晰的头脑，被称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。然而没想到，即使有这么一位日本克星坐镇，也依然浇灭不了日本人的痴心妄想。本场比赛，他的对手就是日本的新生代拳王苍崎昌史。他作为磨砂豆最得意的大弟子，可以说是倾其所能的毫不保留。终于经过3年的魔鬼训练，学成归来的苍崎昌史率先对王俊光发起了指名挑战，声称要扫除阻碍日本拳坛发展的一切困难，从而彻底打开日本在中国的搏击市场。而为了见证这一光荣时刻，就连磨砂豆本人也亲临现场进行指导，却殊不知这场比赛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污点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王俊光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小伙王俊光，黄色短裤则是日本拳王苍崎昌史。师徒二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在赛前对王俊光的打法战术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讨论，甚至还结合专家总结出了一套克制中国选手的针对性招式。奈何作为日本克星的王俊光，打起日本人来从来都没有什么规律，能将他们打得彻底躺尸，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留一口活气。既然苍崎昌史敢跑来中国嚣张踢馆，那一定要用拳头给他们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阴影。前后后前的组合，把苍崎昌史的打法打开。是，苍崎昌史呢是88年的选手，1.67米。前后连击，哇，王俊光不错。王俊光在这个前半年只打了1场比赛，自己的这个战斗欲望极强啊。是，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说，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儿发出去，可让我逮着了。上来之后确实很啊，猛地比赛才刚刚开始，王俊光就直接打了对手一个读秒。虽然这2拳并不能起到终结对手的效果，但却让自己拿到了点数优势。不过征战擂台10余年的苍崎昌史实力也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比王俊光大6岁的他，不说比王俊光多了6年的擂台经验，但起码也比王俊光多吃了6年的饭。更何况日本人是出了名的抗揍，所以想在短时间内将他们打得彻底躺尸也是比较困难的。连续的进攻，双方的对拼拳。这个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品质，包括他们的打法，就是我受了重击以后不往后，我往前冲，依然是非常坚韧的这样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劣势呢变小了。对，如果你往后的话，是找到了棍梢的最梢头。对，这样的话呢，反而对方的打击会越来越有力，继续非常激烈的进攻。在我们的这个角度看磨砂斗这表情，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本来他们信心满满的跑来中国，想要庆祝比赛的胜利。但没想到苍崎昌史不仅被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，还被对手打了2次读秒。这对于自信心爆棚的日本拳王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伤害。王俊光不愧是擂台上的小钢炮，打起架来从不含糊。由于是对待日本人，更是拿出了毕生所学，只为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最高礼仪。苍崎昌史今天恐怕是有福了。祝贺王俊光啊！王俊光非常的兴奋啊！TKO！王俊光终于证明了自己，我看他的表情很兴奋。对，就像刚才王一博老师说的，这个王俊光也实现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。没错，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的释放了自己能量。可以说他自己的师兄弟在前面，比如说邱建良啊、铁英华呀等等的这些大东翔的虎将出现以后呢，王俊光一直在找一个机会把自己推荐出来。是，这个机会终于被他找到了。真的是今天的王俊光表现非常的惊艳。台上弟子被打成了孙子，台下师傅却绞尽脑汁的想将他赶出师门。不过就算他再怎么不想承认事实，毕竟也摆在眼前了，自己最得意的大弟子居然在中国小伙的面前连1个回合都撑不过。王俊光好样的，不仅狠狠地打了磨砂豆的脸，还彻底浇灭了日本人的痴心妄想。最终王俊光成功在第1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相信各位观众都没有看过瘾，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一场更加精彩的中日大战。本场比赛王俊光的对手就是来自日本的抗揍达人吉田晃。别看这家伙弱不禁风、骨瘦如柴的样子就觉得好欺负，实则他的抗击打能力可是通过了日本数十位踢拳王者的考验。而本场比赛他的目的就是以卵击石，用脑袋来震碎王俊光的拳头。好家伙，看来日本人的变态程度是我们远远无法想象的。
敢这么挑衅王俊光的拳头，那吉田晃绝对是头一个。上了擂台，这家伙也是有模有样的，用小碎步进行虚晃试探，甚至在试探的同时，还时不时打出王八拳来迷惑王俊光的干扰路线。奈何作为日本克星的王俊光，早就总结出了一套针对日本选手的打法战术，所以吉田晃这2把刷子对王俊光来说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。这个吉田晃本人的这个表现的流派呢，是以保留日本本土技术为主要思想，然后兼并了泰拳、荷兰踢拳、中国少林拳和柔道等等的技术。比如说我们原来看到的这种3日月簇簇、下段种落啊，就是日本典型的这种本土技术。王俊光本次呢也是观看了好多这个日本新 K1 比赛的这个视频，模仿日本选手的那种粘着性打法，他希望用这个一样是。这叫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啊！自从苍崎昌史被 KO 了之后，日本拳坛就陷入到了一片动荡之中。谁都想不到，大名鼎鼎的日本拳王，居然在中国小伙的面前连一个回合都撑不过。而吉田晃则认为，王俊光之所以能赢下比赛，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所以他经过3个月的备战，终于决定挑战王俊光，从而报仇雪恨。不过，虽然这家伙的实力不怎么样，但他这抗击打能力确实真的强。无论王俊光打出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无法将他彻底打趴。不过，既然甘愿成为一个人肉沙袋，那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是4胜3负1平，挺简破是，但是他4胜里有3次是 KO 对手的，对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这个选手就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，并不打算在场上以点数或者规则来赢下比赛，是，就是希望终结对手。这个从这个他这个场上状态来看呢，也是在这个找机会。王俊光只能打俯后手摆拳。看王俊光这攻势，貌似是已经不想继续和吉田晃浪费时间了。只要让他抓住机会，那必定是连续的拳脚组合招呼到对手的头上。反观吉田晃，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面对对手的猛攻，他居然还敢跃跃欲试地发起防守反击，却殊不知，就算再怎么不服，他的噩梦也正悄悄来临。既然上了中国的擂台挑战中国选手，那就要做好爬着回国的准备。就连日本的世界冠军王俊光都不放在眼里，那一个小小的抗揍达人，自然也对王俊光构不成威胁。好，只能碰一下，转身看。漂亮。对，吉田晃这个在之前的这个4胜当中3次 KO， 应该从这来看，他的这个进攻并完全的影响王俊光。王俊光抓住机会，2拳精准命中，直接将吉田晃打趴在地。不过即使这样，吉田晃也依然可以踉踉跄跄地站起来，坚持继续比赛。不愧是日本的抗揍达人，这抗击打能力可比苍崎昌史强多了。居然能在王俊光的猛烈进攻下撑过1个回合，那实力绝对远超日本大多数选手。奈何比赛没有结束，那吉田晃的噩梦就没有结束。躺尸擂台对他来说并不是概率问题，而是时间问题罢了。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王俊光绝对会火力全开的疯狂暴揍对手。在这么一个小虾米身上浪费太多时间，简直说不过去。王俊光的这个好的状态，又开始输出了。哦，吉田晃反击回来了。哦，2个人的对攻，哇，非常漂亮而且密度高的对攻。王俊光还是在找机会。掌握了比赛节奏的王俊光也拿到了大比分优势，但对战日本选手，他并不想通过点数赢下最终的胜利。又是连续的组合拳，再次将吉田晃打倒在地。被打残了的吉田晃已经被打得彻底怀疑人生了。不过身体上的疼痛并不能浇灭他内心想要复仇的欲望，即使坚持继续比赛，那也不过只是一个移动的人肉沙袋罢了。被打破防的吉田晃已经离躺尸擂台不远了。有击掌，这一下吉田晃应该是这样的。王俊光的这样的。最终王俊光成功在第2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小伙王俊光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